不是先有了亲美或者亲哪一方的政府，才有了这个政府得到支持、获得执政地位的结果，而是先有了依靠某一国的利益集团，本国和这个国家有着天量的贸易往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嘛。所以之前在泰国政治动荡的时候，我就说，不管谁上来跟我们都会很友好，也是这个原因。现在除非美国能提供给南美和拉美国家比我们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财富承诺，否则就算对委内瑞拉硬来，哪怕顺便把隔壁的哥伦比亚一勺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自己家门口乱了，你又不能把它给养起来，难民到时候可不是一堵边境墙就拦得住的。所以这就是做世界一哥的制度成本。你要做秩序的垄断者，你就必须得对全球所有的经济体有所安排。对中东不安排，主要就祸害欧洲，但是对拉美要是不安排，美国的在岸地缘将一塌糊涂。所以即使面对米莱的失利和背刺，川普也只能硬把它扶上墙，继续给自己的支持率上面埋雷。原本呢，不断的放出风声的月底 APEC 双方会晤之前呢，美方各界从豆农到白宫官僚，甚至到川普自己都充满了憧憬，万一他剑走偏锋能好使呢？于是呢，美方现在真的是上下一心的给大统领这个价值不菲的会晤在造牌。10月以来政府都停摆了，但是虚空造牌都没停下，就知道他们对此多么寄予厚望了。又是继续缩紧高性能芯片的围堵，又是新列了一批实体清单，那给我们上强度的架势丝毫没有把我们作为全球稀土最主要的供应商的自觉。然而仔细看看我们给出的这套无比详尽的反制清单和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这可不是3、5日之功这条暗线估计在4月拉开关税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老美望闻问切、一正一方的准备起来了。老中医就没有治不了的毛病，不就是皮痒嘴硬，外加喜欢吹牛皮吗？保证药到病除。阿斯麦尔这不就叫唤上了吗？得延期交货。你看小青蛙总是找不着妈妈，现在来感受一下妈妈完整的爱吧。就在大家都等着错失诺贝尔和平奖的川普对这一系列的反制大爆发的档口，他在喊了2句不痛不痒的加关税的狠话之后，又赶紧给美国人民送上了安慰剂，说10月底的见面还是要见的，大家莫慌，还有转机。不过说实话美国总统想要稳住局面，其实有4个选项。第一，靠军工复合体制造离岸冲突，驱赶当地的资本来美国本土避险，让复合体吃饱，让金融业也吃饱，顺便还能输出矛盾。第二，靠科技突围，曾经的互联网突围和现在对 AI 寄予厚望都是同样的意思。第三，靠金融市场收割，如果美元潮汐没有失调，本来还是能用的，结果被败老头合则而语给玩坏了，那最后就是热战了。不一定真的要对对手动手，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可以形成突出美军依然是神兵天将的水平，可以持续给美国国家信用授信就可以。给美国授信就是给美元授信。然而仔细一看，川普现在一个都用不了，而再仔细一看，这几个选项都在被稀土卡着脖子。真不知道是咱家一早就看见了这个最重要的局眼，进而布局了稀土，还是国运如此，稀土现在就在美国如临深渊的时候成为了最后的那根稻草，结果稻草还握在了我们的手里。这一点是明牌的，我们之前不用不代表我们没有，所以就看见了全球更多的国家的宝都加速压在了我们这一边。生存线上的孟加拉全国只有60架老飞机，现在一口气下单了20架歼十 C1。俄罗斯逼着印度用人民币支付买油的钱，实际上就是全球政客这群最明智老辣的地缘利益投资者做出的选择。而美国现在任何让步实际上对我们都毫无意义。昨天文章里说了，我们要的是自己的未来，不是美国的施舍。中国不可能回到原来国际贸易中那个被动输血的生态位上，美国自然也回不去曾经的那个可以予取予求的神坛上了。时代已经滚滚向前，新一轮的博弈，美国没有退路，我们也一样必须向前，不会再回头了。我也知道大家最想问的肯定就是关于盘面的问题了。如果前面的话，那我现在也就只能说攻守之势异也，放在明天会员内部分享里面我们再细聊了。但记住我们现在是完全卡住了美国泡沫经济、美股和军工的三者的脖子。这三位一体也都是美国的命门，同时也是特朗普的软肋。现在到底谁掌握着主动权，市场就会按照有利于谁的预期进行交易。今天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